张能是一位优秀的厨师。2007年7月7号这一天，老岳父过生日，张能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只剩最后的油泼面了。就见张能用大勺子舀起一勺滚开的热油，准备浇在配好蔬菜和调料的几碗熟面条上。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10岁的小姨子刘梅花突然闯进厨房，想要看看油泼面长什么样子。在距离张能1米多远的时候，脚下一绊，身体失去重心，呼地扑向张能。怎么那么寸？一勺滚开的热油刚好全浇在了梅花的右脸上，梅花立马疼得哭喊起来：“疼啊，好疼啊！”张能吓坏了，赶忙把梅花抱到水龙头跟前儿，用冷水给她冲脸。因为油温太热，梅花的皮肤也娇嫩，伤得非常严重。一家人七手八脚，一阵忙乱，带着梅花赶奔了医院。半边脸深2度烫伤，医生处理之后说，患者需要植皮，最好是在4到7天之内进行手术。但这不是主要问题，关键是孩子右眼的眼角膜损伤严重，恐怕要失明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全家人十分着急，尤其是张能，他很自责，认为自己太对不起妹妹梅花了。爸妈，我罪该万死呀！要是我能反应快点儿，躲开梅花，她就不会受伤了。说着说着，他还哭开了。岳父岳母就安慰他：“张能啊，这是个意外，怎么能怪你呢？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咱们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，也就是了。”可这时候，张能的妻子刘磊不干了：“爸妈，你们说啥呢？怎么不怪他？要不是他非要做什么油泼面，能至于出这种事儿吗？他就是罪魁祸首。要是小妹的眼睛瞎了，就让他赔，挖他一只眼睛给小妹安上。”刘磊为什么态度如此激烈呢？原来啊，张能是陕西人，在河北保定的一家厨师学校毕业之后，来到了四川都江堰的一家大酒楼打工。因为聪明肯干，爱钻研，不到2年的时间就当上了厨师长。而刘磊呢，就是这家酒店的领班，为人泼辣干练。刘磊喜欢上了老实本分的张能，俩人便恋爱结婚了。婚后他们跟刘磊的父母住在一套单元楼里，再加上妹妹刘梅花，一家5口。虽然住房不宽敞，但是很温馨。唯独就是这刘磊个性霸道不说，关键是最近他有点后悔了，觉得自己嫁给一个厨师太亏了，以自己的姿色和能力，应该嫁一个更有前途的男人。一个厨师干得再好，一辈子也就是个颠大勺的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哎，草率了，草率了。正在刘磊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甩掉张能的时候，发生了今天这个意外。所以他借题发挥，干脆向张能提出离婚。张能自然是不愿意。老婆，这事儿怪我一定负责，想什么办法也要治好妹妹的伤。如果真需要我的眼睛，摘一只给妹妹也绝对没问题。可为什么要离婚呀？岳父母对女儿的想法也是非常的不理解，在一旁紧着帮腔。
劝女儿不要意气用事。可他们谁也不知道刘磊内心的真实想法。他哪里是因为妹妹受伤而离婚呀？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。于是，在妹妹刘梅花受伤1个月之后，刘磊和张能离婚了。从家里搬出去的时候，张能说：“梅花，姐夫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你的眼睛我一定帮你治好，需要花多少钱我出。爸妈，抱歉，以后不能天天陪您儿老了。小磊，祝你开心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去。离婚之后，为了避免天天在单位见到前夫，刘磊逼着张能换到了另一家酒店去工作。张能呢，信守承诺，说到做到，在工作之余，尽自己所能，不断地寻找好的医疗资源。先是把梅花脸上的伤疤恢复到了几乎看不出来，在1年之后，也终于等到了眼角膜的供体，可以到北京去手术了。得到消息之后，张能跑到家里，兴奋地宣布了这个消息，全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。但是当张能说：“小磊，爸妈身体不好，还是你请个假，带小妹到北京去做手术吧。”刘磊一听，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。我说：“张能，小妹是你弄伤的，离婚时你也承诺过，对她的治疗你负全责，怎么现在要让我去呢？我最近太忙，没时间。”就这样，张能独自带着11岁的刘梅花到北京去做眼角膜移植手术。手术这一天是2008年5月12号上午9点开始手术，10点40分手术顺利完成。等吃过午饭，小梅花在病房睡着了，张能躺在空病床上也打了个盹儿。醒过来之后，发现梅花还在熟睡，看了看时间，下午3点，张能就提着水壶到开水间去打开水，刚好碰见2个病人家属在聊天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就在刚才，四川发生了大地震。是吗？四川什么地方？好像是汶川，对，汶川县。听到这儿，张能急了，汶川县紧挨着都江堰呀。于是他赶忙仔细打听，确认那人不是开玩笑之后，立马拨打刘磊的手机，结果打不通，再打岳父母的电话也是关机。书说简短，等到张能带着刘梅花再次回到都江堰的时候，这才得到确切消息，刘磊和他的父母都已经在地震当中遇难了。11岁的刘梅花成了孤儿，悲伤、哭泣、茫然无助。张能就安慰他说：“小妹，你不要害怕，还有姐夫我呢，我来养你，供你读书。爸妈和你姐在另一个世界肯定希望你坚强起来，勇敢地继续生活。”就这样，灾难过后，梅花住进安置房，张能重新找了工作，供梅花读书，尽家长之责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眨眼之间10多年过去了，刘梅花医科大学毕业，成为了一名烧伤科医生。这一天，梅花下了班，来到张能的住处，2个人一起吃罢晚饭，梅花该走了，就听他说：“张能，我以后就不叫你姐夫了，我要做你的妻子。”张能一愣，紧接着说：“傻孩子，没喝酒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”“我没胡说，咱俩是这世界上彼此唯一的亲人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
我们完全可以做夫妻。”张能把脸一沉：“快别说了，我是你姐夫，你这话到今天为止，以后再也不要提了。”说着，张能将刘梅花推了出去，把门关上了。梅花有些委屈，朝屋里喊了一句：“你早就不是我姐夫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同意的，明天我还来。”说完，他走了。朋友，您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梅花能够成功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观点。